你听过不用洗发精洗头会让人发质更好的说法吗？在国外流行的 shampoo free 不用洗发精运动到底可不可靠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poo free 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Poo free 是 shampoo free 的缩写，那也有人会叫做 no shampoo 或者是 no poo 运动，意思都是洗头的时候不用洗发精，单纯只用清洗洗的生活方式。而 Poo free 的支持者认为，用洗发精洗头其实是一种伤害头皮的习惯。他们在尝试 Poo free 之后，不但发质变得更好，脱发的问题变好，而且还更省钱、更环保。这个听起来有点奇特的说法，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人支持，就连著名的英国歌手艾黛尔呢，也公开宣称自己是 Poo free 的支持者。在台湾，歌手郑华娟呢也曾经在脸书创立我爱 Poo free 社团，一度吸引了上万人加入讨论。不用洗发精真的洗得干净吗？皮肤科医生又是怎么看待 Poo free 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。不过在开讨论之前，按照惯例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如果你对新闻抱有满腔热血，那么千万别错过今年第2届的出生新闻奖。这个希望能够把新闻结合行销跟设计的赛事，共有3个奖项，分别是策略创意、受众洞察还有体验创新。出生也邀请了4位重磅级的评审参与，横跨新闻与数位行销，面面俱到评选作品。那我们也明白，好新闻往往不缺奖项，缺的是流量。如果荣获首奖，除了能够拿到2万块的奖金，还可以在我跟敏迪的频道跟更多的观众分享你的作品。那只要你未满27岁，5月25之前都可以报名，不需要先完成作品，也可以报名参赛。想在数位时代当中抓住观众的注意力，发挥新闻的影响力吗？赶快点击资讯栏的官网网址，参加出生新闻奖，一起定义新世代的好新闻吧。Poo free 运动的起源其实有点难考，有些说法认为在70年代洗发精开始在美国家庭普及的时候，相关的争议就已经开始了。不过这个运动最有名的里程碑是2007年的 Richard Glover 的雪梨实验。在2007年的时候，伦敦的《泰晤士报》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，内容提到说，英国政治作家 Matthew Paris 呢，在南美洲的荒野徒步旅行里面，因为在这个荒野里面没有办法使用洗发精，所以不意外的他头发开始变得越来越油腻。但是在几个礼拜之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Matthew Paris 发现自己的头发状况开始慢慢好转，不但停止变油，甚至变得比以前更加的轻盈闪亮。而这个神奇的故事后来被澳洲的电台主持人 Richard Glover 读到，他决定来做个实验。Glover 在他的广播节目上面邀请了500多位雪梨听众，跟他一起挑战6周只用清水洗头，然后把过程当中的感受记录下来。结果居然有86%的人认为头发的状况跟之前差不多，甚至比用洗发精的时候感觉更好。像有听众就认为以前他的头皮会莫名的发痒，原来都是洗发精害的，发誓再也不让一滴洗发精靠近他的头。而另外在2015年的时候，日本医生宇津木隆一呢，他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摆脱洗发精的著作。在这本书里面呢，他认为过度使用洗发精可能会导致秃头，同时也用自己的经验来表示说，自从停用了洗发精，他原本细软的头发开始变得更粗，发量也变多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用洗发精会让发质变好呢？Poo free 的支持者的核心理念是，洗发精会破坏头皮天然的油脂平衡。他们认为人类头皮本来就需要出油来保护自己，一般人使用洗发精还有清洁剂来去除头皮上面的油脂之后，反而导致头皮的皮脂腺必须要更活跃，产生更多的油脂来弥补，这就会变成头皮出油，所以用洗发精清洁掉油脂，然后头皮再出更多的油，然后再继续用更多的洗发精，头皮再出油，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。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停用洗发精，就能够让头皮恢复天然的油脂平衡，让头发回到最好的状态，更轻盈而且更有光泽。而另外有些人认为，造成头皮问题的最大元凶其实就是洗发精里面的化学成分，像是化学香料防腐剂、界面活性剂细磷等等，都会伤害头皮，让头皮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。所以他们认为停用洗发精能够让头皮不再发痒起红疹，改善掉发的困扰。而除了这些头发健康方面的优点之外， Poo free 的支持者也认为说，不使用洗发精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节省，比如说可以省下购买洗发护发产品的钱，省下这个清洁洗发精的水，也省下了摆放瓶瓶罐罐的空间。而且 Poo free 对环保也有帮助，因为只用清水洗头，不但能够减少使用塑胶瓶罐，也不会排放含有化学清洁剂的废水。而另外有些立场比较强烈的 Poo free 支持者，甚至还会主张说，用洗发精洗头其实是一场资本主义的阴谋。
有些支持者指出洗发精是一个很近代才出现的产物，在1927年呢，德国才开始大规模的引进洗发精，而美国是在1930年才开始用洗发精真正普及开来的时间，甚至要到70或者80年代。而在这之前，大部分人洗头都只需要使用清水跟手指搓揉头皮，也不见得头发有多差。所以他们认为洗发精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是必需品，是因为厂商想要卖洗发精，所以才跟广告商还有医学界串通起来，大力的宣传洗发精有多么的重要，不用洗发精的很脏、很可怕等等，改变了大家洗头的习惯。他们认为这种发明一种不必要的东西，再为它创造市场做法是资本主义的惯用手段，大家不应该那么容易被洗脑。但是呢，以现代生活的角度来看，只用清水洗头，头发难道不会很油吗？答案是当然会。很多 Proofread 的实践心得都会提到说，在 Proofread 的初期会有一段排油期，而在这个时期呢，因为头发上面残留的油脂没有办法被有效的清除，经过细菌的代谢氧化之后，可能会开始产生臭味，梳子也会出现白色的油垢，摸头发的时候会有油腻的辣感，头皮呢会觉得很厚重，部分的人还会产生头皮屑。不过 Proofread 支持者认为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适应期，因为停止使用洗护发产品本身是一种戒断，头皮会分泌跟以往一样多的油脂，导致头发非常油腻。而这个排油期的长短也因人而异，有人说2到3周，也有人说6周，但也有人根本没有这个时期。他们普遍认为说，排油期的长短跟人对于洗发精的依赖程度有关，平时使用越多洗发精的人，排油期就会越长。但是支持者强调，只要让头皮习惯用清水洗涤，搭配清淡的饮食、正常作息或是替代的天然清洁剂，撑过去之后，就能够达到 Proofread 所谓的天然油脂平衡。到时头发就会变得更加的弹性，发根呢也会更加的蓬松，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头都不会感到油腻，也不会有异味。那这些成功经验的分享看起来还真的蛮吸引人的，但从科学上面来说，不用洗发精真的对头发更好吗？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，目前没有研究证明 Proofread 能为头皮健康带来正面的效果，因此大部分皮肤科医师对 Proofread 还是抱持着反对的意见。他们指出，我们之所以觉得头发油腻，是因为头皮上面的皮脂腺开口在毛发上，因此我们头皮分泌的油脂都会附着在头发上，然后当空气当中的灰尘、PM2.5 等等的污染物碰到头发的时候，就会被这些油脂黏住，一起黏在头发上。而洗发精的功能呢，就是要把这些油脂给溶解掉，然后再透过冲洗把这些油污还有脏东西一起冲走。那用清水洗头最大的问题就是油脂不是水溶性的，所以只用清水不用洗发精呢，会让这些油脂跟脏污继续的在头皮上面堆积。那当这些肮脏的东西在头皮上面堆积久了之后，就很容易造成感染，出现红痒啊、出油、脱屑等等的症状。而有的人呢，甚至会出现脂漏性皮肤炎、毛囊炎或者头癣等等的问题。因此，大部分的皮肤科医师都不会建议一般人轻易的尝试完全只用清水的 Proofread。那如果只是单纯的不用洗发精，改用小苏打、手工皂或是苹果醋的 Proofread 会比较好吗？使用小苏打、手工皂或者是苹果醋等等的替代洗发精，对头皮真的会比较好吗？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并不会，反而还可能让头皮的状况更糟。原因是因为皮肤是呈微酸性的，那一般的洗发精的酸碱值会经过比较精准的调配，避免太过刺激头皮。可是替代洗发精大部分是手工制作的，像是小苏打还有肥皂呈现碱性，醋呢又太过酸，如果比例拿捏不当，很可能会对头皮过度的刺激带来的伤害，反而会比用洗发精更加的严重。而至于担心洗发精化学成分会伤害头皮的问题，大部分的皮肤科医师指出，只要是符合法规的成分剂量，基本上都经过严格的验证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而且洗发精的使用量不大，停留在头皮的时间也很短暂，基本上不太会被人体吸收，对身体造成伤害。根据一份2021年整理亚裔人士的研究显示，越常使用洗发精洗头，对头皮呢跟头发其实都明显的比较好。那当然有部分人呢，还是有可能对于洗发精的成分过敏，或是因为过度清洁头皮造成不舒服的感觉。但大部分医师建议如果遇到这种状况，比较好的做法可能是找到成分适合的洗发精，或是减少洗头发的频率，而不是完全的放弃使用洗发精。那如果觉得头皮问题真的很困扰，专家也建议说，或许可以先从饮食、作息跟压力下手，像是饮食均衡、多吃蔬菜、少吃油炸与刺激性的食物、作息正常不熬夜，以及透过规律运动来释放压力等等，都能够让头皮的问题有所改善。
我们一开始看到 Proofread 的讨论，其实觉得蛮奇特的，忍不住就很好奇说，这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但我们在查了一些资料过后，发现 Proofread 可能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做法。那当然，我们也理解有很多 Proofread 的实践者确实从这种生活方式得到了很多的帮助，但这个效果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，像是国外的天气比较干冷，台湾的气候偏湿热，会比较容易出油出汗，而再来呢，油性体质或是干性体质，长发或是短发，卷发或是直发，需要的清洁方式也会不同。而另外，生活形态也会有影响，像是在室内冷气房里面的上班族，太阳底下工作的劳动阶级，夜猫子还有早起的人，头皮油脂分泌跟脏污累积的情况也都不同，当然也需要不同的清洁方式。所以如果是真的想要尝试 Proofread， 建议大家还是先跟皮肤科医生咨询，确认自己的状况跟需求之后再决定哦。那最后我们也想问大家看完这节讨论，你对于 Proofread 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好处还是蛮多的，可能会想要尝试看看。B 不用洗发精听起来太可怕了，我 OK， 您先请。C 虽然觉得有趣但没有更多的研究证据之前呢，还是想要先在观望。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 Proofread 的讨论。此外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到保养品、防腐剂以及酸性体质的讨论。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